红军道祖究竟有多强？传说他拥有凌驾于所有圣人之上的实力，是天道在3界的化身。他诞生于天地玄黄之前，甚至早于盘古开天辟地。此时，孙悟空和杨戬等人来到一座古朴的大殿内，只见一人白发白须，身穿一身黑色道袍，高坐殿上，周身道义充沛，清气四溢。眼前之人竟然是红军道祖。世界上总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就像现在，早就已深补天道的红军道祖，活生生的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此时，孙悟空他们已经完全被眼前之人的出现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红军看着他们说道：“既然你们来到我紫霄宫，说明你们与我有缘，何不进殿一叙？”孙悟空与杨戬对视一眼，觉得既然来了，就要将眼前的这一切弄得清楚。孙悟空率先走进殿内，杨戬等人也是紧随其后。待他们来到殿中站定，坐在上方蒲团上的红军说道：“既见本座，为何不拜？”其实孙悟空等人对眼前之人是否是红军还是持有怀疑的，毕竟他们都知道道祖红军早就已深补天道，但是眼前之人所散发出的气势却不是一般圣人能媲美的。道祖红军已经已深补天道，阁下何必要冒充道祖呢？孙悟空看着上方的红军说道。这时那个红军低下头自言自语道：“补天道了吗？我早就说过他的路子不对，可他偏要一意孤行。”孙悟空见上方那个自称红军的人陷入了沉思，也没有打扰，与杨戬等人静静地站在殿内等待。过了许久，红军才回过神来，对孙悟空等人说道：“我确实是红军，但不是道祖红军。”孙悟空等人闻言皆惊，难道这个世界上敢有人与道祖同名？那人似乎也看出了孙悟空他们的疑惑，开口解释道：“在他没成为你们所熟知的道祖之前，我和他是一个人，我是他，他也是我。但是在他成为道祖之后，我便不是他，他也就不是我了，我们就分开了。”孙悟空现在有些明白，眼前之人有可能确实是红军，不过却是道祖红军的一个分身罢了。刚才你说他已深补天道了？红军看着孙悟空问道。孙悟空闻言说道：“8000年前，3界外出现了3个邪魔，红军道祖等带着3界强者与之对战，但是邪魔实力强大，哪怕众多3界强者联手，最后也只诛杀了一个。然后红军道祖借助天道之力，将其余2个邪魔封印，但他和天道也遭受重创。为了补全天道，红军道祖已深补天道，天道沉睡，至今未醒。”那红军闻言顿时震惊，大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天道沉睡了8000年未醒？”孙悟空点了点头，他不明白眼前这个红军听到天道沉睡的消息，为何会这么震惊。天道沉睡，那3界岂不是乱了套？红军说道。这时太白金星上前拱手说道：“红军道祖在以深补天道之前，便将造化玉蝶炼化成新天道，代替天道执掌3界。”红军瞥了一眼太白金星说道：“造化玉蝶，他用造化玉蝶炼化的天道能执掌3界，有6位圣人坐镇天外，手持造化玉蝶降下恩赐神法。”太白金星道。高坐殿上的红军闻言嗤笑一声说道：“那恩赐神法究竟是天道的意思，还是圣人的意思？他要做道祖，说什么圣人蝼蚁，生死幻灭亦无分别，也不论是非，也不论因果，也不论生灭，也不论善恶，也不讲什么公道私道。但是他自己将我斩出来，当真以为其他人都跟他一样无欲无求，跟他一样心无杂念了吗？将天道交给他那几个弟子，这不是养虎为患吗？”孙悟空等人屏气凝神地听着眼前的红军大骂道祖红军与6圣，心道：“你敢骂，我们可不敢接话。”但是孙悟空从红军的话中也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，眼前的这个红军是道祖红军斩出来的7情6欲，也可以说是道祖斩出来的性。红军想要成为道祖，他想做到无善无恶，无情无欲，就必须将自己身上的性斩出去。而眼前之人正是那些被斩出来的性，他也是红军，但他拥有生灵所拥有的性。或许是这个红军骂累了，也有可能是见孙悟空等人没有给他给出回应，他也停了下来，向孙悟空等人问道：“现在的3界是什么样子？”孙悟空闻言向太白金星使了一个眼色，示意他给眼前的红军说说，并不是孙悟空懒得说，而是太白金星知道的全面一些。身为玉帝心腹，天庭文官领袖，太白金星对3界的认知远不是孙悟空等人能比的。太白金星上前将3界现在的局势向红军禀告，顺带将自己等人来到这片天地的原因也一并说明。红军听后说道：“你说我现在所在的这方天地在玉帝的手里？”“是的，大天尊曾言昔日也曾多次进入此地修行。”太白金星说道。红军闻言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原来是他！当年红军将他斩出之后，便将他安置在这片天地中，他也乐得如此，在这片天地中安心修行。在他进来不知多少年后，一个年轻人也多次来到这里，他并没有露面，而是在暗处观察这个年轻人的动向。经过他多年观察，发现这个年轻人是个可造之才，于是便暗中给些机缘，助他修炼。那个年轻人也多次在这片天地中寻找他的踪迹，可他并不想露面，那个年轻人自然也找不到。慢慢的，年轻人的实力越发强大，到最后已经修炼到准圣巅峰，再难有寸进。经过多年相处，他早已将这个年轻人当作自己的弟子，但是他也没办法帮其突破圣人，毕竟鸿蒙子气数量有限，当年在紫霄宫中已经分完了。后来这个年轻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，也不修炼，也不像以往一样找寻自己的踪迹，只是静静地坐在他曾经修炼的地方。自己上一次见他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情，具体是几千年，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。那个年轻人来到这里，这次他没有打坐，而是在他以前修炼你的地方行了一个3跪9叩的大礼。从那以后，这个年轻人就再也没有来过这片天地，似乎那日3跪9叩的大礼就是在与他拜别。这时红军也从回忆中走了出来，喃喃地说道：“原来他叫玉帝啊！”红军
没想过自己昔日教授的年轻人是现在的三界主宰，也没想过另一个自己就这样消失在了这个世界。他本以为无生灵思念的红军会永存于这片天地，但是他终究没有得到真正的超脱。看着站在大殿内的孙悟空等人，红军开口说道：“既然玉帝派你们来到这里，想来应该是有所求吧？”太白金星上前说道：“来时陛下并没有说明前辈在此清修，只是叫我等前来探寻机缘。”红军闻言，心中顿时明了，心道这方天地一直都是这般荒凉的模样，哪里会有机缘呢？若说机缘，可能是想让我传授这几个后辈一些道法也罢。虽然我与他并无师徒之名，但有师徒之实，便成全他吧。想到这里，红军便说道：“既然你们来到这里，便是与我有缘，我就与你们聊聊道法，但是能领悟多少，就要看你们的悟性。”孙悟空等人闻言大喜，上前行礼说道：“谢道祖传道。”虽然眼前之人说自己不是道祖红军，但是他与道祖红军又有什么区别呢？红军也没有理会孙悟空他们叫他道祖的事情，一挥道袍，4个蒲团凭空出现在孙悟空他们面前。坐。红军的声音从上方传来，孙悟空等人一时赶忙坐下。红军高坐殿上，看着下方神情各异的4人，哪吒对这个蒲团充满了好奇，细细打量着自己屁股底下坐着的蒲团。太白金星则是异常激动，心想自己竟然也能坐上紫霄宫内的蒲团。要知道曾经坐过这些蒲团的人，现在都已经是圣人了。他激动得满脸通红，心想回去之后一定要向玉帝好好显摆一番。反观孙悟空与杨戬，则是平心静气地端坐在那里，抬头注视着红军。细看之下，他们2个的眼神也不一样，一个充满敬畏，另一个虽然眼神中包含着对红军的尊重，但依旧能看出其眼神中包含着一种别样的情感。当然，杨戬作为阐教门徒，自然对这个道门祖师爷红军异常敬畏，但是孙悟空却对红军的敬畏没有像杨戬那么深。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态度，虽然他对红军很尊敬，但是他还有一颗超越红军的心。红军低头看了看孙悟空，与之对视了一下，心道这个猴子有点意思，不过他也没在意，坐在高台上准备讲法。孙悟空等人见红军要开始传道，立刻收敛心神。红军正襟危坐，开口讲述道法。紫霄宫内顿时气象横生，大殿上空，神龙与凤凰盘旋于祥云之中，红军座下有麒麟扶手，金光漫天，各种宝树灵根浮现在大殿之中。孙悟空等人来不及震惊大殿内各种神奇的景象，连忙收紧心神感悟道法。3界内下起了一场磅礴大雨，每个淋雨的生灵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感悟。兜率宫中，元始天尊睁开眼，他察觉到了这场大雨的异常，但无论他如何掐算，都算不出这场大雨的缘由。玉帝走出了凌霄宝殿，感受着这场不同的大雨，喃喃地说道：“老师，是你吗？”这场大雨下了足足7天，有无数的生灵接到了这场大雨的恩泽，但他们自己并不清楚。润物无声，紫霄宫内讲了7天的红军停了下来，坐在下方的太白金星全身法力涌动，似乎是要突破到准圣，即将渡劫。红军见状，大袖一挥，太白金星便从这片天地消失。待到太白金星睁开眼，他已出现在东海之上，头顶便是一片劫云。这时他察觉到了玉帝的气息，安心渡劫，朕为你护法。原来是在天庭的玉帝察觉到太白金星的气息出现在东海之上，连忙赶了过来。太白金星见状也不再说话，安心对抗眼前的雷劫。太白金星的雷劫并没有像孙悟空的那样威力强大，而是普普通通的准圣雷劫。太白金星自己一人就应付过去了，硬抗3道天雷之后，劫云散去，太白金星也真正成为了一位准圣强者。玉帝来到太白金星身边问道：“见到他了吗？”太白金星点了点头，刚要说话，但是就被玉帝给拦住。太白金星知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于是跟着玉帝向天庭飞去。紫霄宫内，孙悟空与杨戬、哪吒依旧坐在蒲团之上，双目紧闭，感悟着红军传下来的道法之妙。红军看着现在还在感悟的3人，心道这几个道是可造之才。没几天，哪吒也到了突破的时候，依旧被红军挥手送出了这片天地。看着依旧未醒的孙悟空与杨戬，红军觉得他们2人的资质放在上古时期也是数一数2的。过了1个月，杨戬也即将苏醒，红军依旧是将他送了出去。这时的紫霄宫内就剩下红军与孙悟空2个人了，但孙悟空依旧没有苏醒的迹象。1天天过去了，孙悟空还是没有醒来，但是他周身愈发充沛的气息，表明他的实力正在飞速增长。凌霄宝殿之内，玉帝叫来突破后的杨戬和哪吒，当然也少不了太白金星这个凌霄宝殿常住人口。玉帝问道：“你们3个都出来这么久了，为何那猴子现在还没出来？那猴子不会是惹怒道祖被镇压了吧？”玉帝对孙悟空的闯祸能力还是很自信的，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孙悟空不敢干的事。杨戬上前说道：“应该不会，在我即将苏醒的时候，我感受到大圣依旧还在感悟之中，想来现在还没有苏醒吧？还没苏醒吗？”玉帝眯起眼睛喃喃地说道。这时杨戬继续说道：“按照我的猜测，感悟时间越久，得到的就越多。大圣天赋异禀，感悟时间久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。”听到这句话的太白金星笑眯眯地看着哪吒，心道：“你哪吒也不怎么样嘛，就比我出来晚一会儿。”哪吒岂能看不出太白金星的意思，斜视着太白金星说道：“老不二，看来你突破后很自信啊，要不要与我出去切磋一番？”太白金星连忙摇了摇头，让他和哪吒切磋，这不是要他的老命吗？这时玉帝对太白金星说道：“太白，你时刻注意着东海那边的动静，那猴子出来后就带回来见朕。”太白金星俯首领命。这时玉帝看着杨戬和哪吒说道：“洞天内的事情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众人尽皆称是，山中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，100年光阴就这样过去了，3界依旧是以往的样子。
自从圣人坐镇4大部洲之后，三界比起以往平静许多。元始天尊制定下准圣不得交手的规矩后，基本上没有人敢违反这个规矩，哪怕是曾经最活跃的灵山，自从准提坐镇之后也没有了声息，不再四处传播所谓的大乘佛法。这100年来，三界中再也没有孙悟空的消息，自然除了与孙悟空熟悉的人，也没有人在乎他。而在方寸山上，一个美丽的女子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，她曼妙的身影静止在了夕阳下。大圣啊，你去哪里了？清欢想你了。没人给他回应。当年他与孙悟空分别之后，已经有100年不曾见过孙悟空了。清欢现在已经是大罗巅峰修为，只需一个契机，他便能突破准圣。太上老君和孔夫子的那盘棋下了足足30年，清欢也就在旁观看了30年。当棋局结束之时，天空中便凝聚出准圣雷劫，但是那道雷劫被太上老君给驱散了。太上老君告诉他，要想陪在孙悟空身边，就压制自己的修为，等到自己压制不住再突破，不要刻意的突破准圣，要水到渠成的突破。然后他就回到了方寸山，他想将自己的喜悦分享给孙悟空，但是孙悟空并不在方寸山上。他问菩提祖师孙悟空在哪里，菩提祖师告诉他孙悟空现在正在闭关，但菩提祖师并没有告诉他孙悟空在哪里闭关，他只能等着孙悟空出关之后来方寸山见自己。这时清欢突然想起了花果山，虽然他知道孙悟空不在花果山，但是他想去那里看看，毕竟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花果山了。说走就走，清欢辞别了菩提祖师，独自一人向花果山飞去。此时的紫霄宫内，红军看着还在感悟的孙悟空，喃喃说道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，都感悟100年了还没醒。其实孙悟空这100年的感悟早就足以让他突破到准圣巅峰，但是红军还是不明白孙悟空为何迟迟不醒。红军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孙悟空，想着这猴子不会是赖在我这紫霄宫不走了吧，我可就这一个住处啊，得想个办法把他送走。说到底这个红军是道祖红军展出来的形，虽然道法跟道祖红军一样高深，但是他与道祖红军不同的是他有情有欲，有自己的思考。但是自从他被展出来后就一直待在这片天地，虽然脑子里有以前红军的阅历，但他却没有真正的与人交往过，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理论拉满，不曾实战。就在这时，孙悟空周身气息奔涌，红军见状大喜，挥手就要将孙悟空丢出这方天地，但是孙悟空抢在他前面睁开了眼，说道，前辈且慢。红军暗骂自己出手不够利索，但是已至此，他也不好将孙悟空扔出去了。我见你即将突破，将你送去三界，你为何滞留啊？红军一本正经地说道。孙悟空起身向红军行礼说道，多谢前辈传道之恩，晚辈之所以不走，是想请前辈出世救三界。孙悟空低头说道，他很清楚，现在的三界看似风平浪静，但是即将大祸临头。他到现在都清晰地记得，那个邪魔冥王离去之前说过，天魔即将降临三界。现在的三界远远没有以前强大，道祖补天道，天道沉睡，他不知道现在的三界拿什么与强大的天魔抗衡。虽然孙悟空向来不是一个大慈大悲之辈，但是眼前的劫难是针对三界的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？这时红军抬起头，略显失落地对孙悟空说道，我出去了又能如何呢？当年他为了变得更强大，将我斩了出来，确实他也做到了。他斩了我之后实力变得很强，但是纵然如他那般强大，最后也落得那般下场。我这个被他遗弃的性子没有实力能救三界。孙悟空还想再劝，但是红军却抢在他前面开口说道，我不是他，他是道祖，而我只是红军，我的实力虽然也还行，但是远远达不到他那么强。孙悟空闻言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红军看着孙悟空说道，我送你离开吧，出去以后告诉玉帝，让他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是不会见他的。说完一挥手将孙悟空送出了这片天地。其实在孙悟空感悟的这100年，玉帝也曾来过这里几次，但是红军不想让玉帝见到他，玉帝自然也找不到紫霄宫。玉帝虽然见不到红军，但是他知道红军能看见自己，于是他在这片空间内说了很多的话，这些话红军自然听到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回答玉帝。直到最后，玉帝心灰意冷地走出了这片天地。孙悟空被红军送出那方天地之后，出现在了东海之上。现在的他一身法力涌动，搅得整个东海泛起了巨大的波涛。孙悟空大喝一声，周身气势爆发，直冲天穹。伴随着他气势的不断加强，终于来到了一个临界点。孙悟空100年的积累在这一刻猛然爆发，他也自然水到渠成地突破到准圣巅峰。现在的他终于成为了三界中圣人之下最顶尖的那一批强者。这时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出现在孙悟空的视线里。太白金星笑眯眯地对孙悟空说道，恭喜大圣，贺喜大圣，终于突破到准圣巅峰了。孙悟空斜视了一眼太白金星说道，我说老官儿，怎么俺老孙出现在哪里都会第一个见到你呢？孙悟空想到自己当年从挖皇宫出来时，第一次见到的就是太白金星这个老家伙，现在自己从紫霄宫内出来又遇到了这个老家伙。太白金星苦笑道，老儿我这不是有公务在身吗？孙悟空疑惑地看着太白金星。太白金星说道，大圣啊，你可害苦了我，当年咱们一同进入紫霄宫，可你这一感悟就是100年啊，害得我在这东海之上苦苦等了你100年。孙悟空闻言顿时明白，原来太白金星的公务就是等自己啊。他也懒得与太白金星废话，带着太白金星就向天庭飞去。凌霄宝殿，孙悟空跟着太白金星见到了玉帝。玉帝此时感受到孙悟空准圣巅峰的修为，暗暗心惊。现在的孙悟空若是与自己交手，自己恐怕也很难将其轻易拿下。孙悟空战力本就超出同境之人很多，现在突破准圣巅峰，自然不是一般准圣巅峰能比的。看来你这猴子在那里收获不小啊。玉帝笑着说道。孙悟空闻言也是正色说道，多谢大天尊给俺老孙这次机会，毕竟要不是玉帝给他这次进入洞天的机会的话，他又怎会遇到红军，自然也不会这么轻易的突破到准圣巅峰。玉帝摆了摆手说道，这是你自己的机缘，与朕没有多大关系。那位在你离开的时候有说什么话吗？玉帝迫切地看着孙悟空问道。孙悟空自然知道玉帝口中的那位是谁，于是说道，在我离开之前，红军前辈说让你不要去找他了。
他是不会见你的。玉帝闻言满怀失落之意，他不明白，明明自己的这一身本事都是他教的，他却不愿意见自己。看着玉帝这副落寞的模样，孙悟空不忍地开口说道：“当时我也曾邀请红军前辈来到三界，与我们一同抵御天外邪魔。”这时玉帝的眼神死死地盯着孙悟空，想要知道红军究竟愿不愿意出来。可是红军前辈却告诉我，他是红军，不是道祖红军，连道祖都做不到的事，他自然也不可能做到。玉帝闻言卸下气来，坐在那里一言不发。过了许久，太白金星对着高坐殿上的玉帝小声提醒道：“陛下，大圣还在这里站着。毕竟现在孙悟空已经是准圣巅峰强者，也算是这三界中最顶尖的那一批强者。玉帝也不该如此冷落于他。”玉帝回过神，对着孙悟空说道：“倒是怠慢你这猴子。”孙悟空自然理解玉帝此时的心情，毕竟当年菩提祖师赶他走的时候，他也体会过这种感觉。此时倒也算是玉帝能做到感同身受。孙悟空摆了摆手，丝毫不介意玉帝刚才的怠慢之举，知道现在自己待在这里有些多余，于是开口说道：“大天尊若是无事的话，俺老孙就先告退。”玉帝摆了摆手，叫太白金星送孙悟空。他之所以叫孙悟空来这里，无非是想打听一些红军的消息，毕竟孙悟空在那里待了100年，可能知道的比杨戬他们多一些。现在既然都打探清楚了，自然要让孙悟空离开。却说孙悟空从凌霄宝殿离开之后，太白金星一直把他孙悟空到南天门，这才依依不舍地停下脚步。临别时，太白金星还对孙悟空说道：“大圣，一定要多来天宫看看我这个老头子啊！”这话听得孙悟空一阵恶寒，让不知道的人听到，还以为自己和这个糟老头子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呢。离开了天宫，孙悟空向花果山飞去，毕竟100年不曾回过家了，也不知道现在的清欢在哪里。老君那盘棋现在应该下完了吧？要是在花果山见不到清欢，自己就去方寸山。就这样，孙悟空在无限的思念中向花果山飞去。孙悟空的身形显现在花果山山顶，他察觉到了不同寻常。花果山刚才好像发生了一场大战，空气中还残留着佛门功法的气息。孙悟空意识到了不对劲，急忙用神识扫过花果山。孙悟空发现了马元帅正在水帘洞中，而且此时的马元帅身受重伤。孙悟空的身影凭空现身在花果山山顶，出现在水帘洞之中。马元帅看着凭空出现的孙悟空，像溺水之人抓住救命稻草一般，急忙说道：“大王，快去救清欢姑娘！”孙悟空闻言一惊，急忙开口问道：“清欢她怎么了？”马元帅说道：“清欢姑娘被佛门一个叫定光欢喜佛的捉走了。”孙悟空闻言大怒，从马元帅那里了解到清欢被捉走的时间并不长，算时间，现在应该还没有到灵山。孙悟空身化红光向犀牛贺州飞去。定光欢喜佛，俺老孙势必叫你灰飞烟灭。孙悟空此时非常急迫，他现在生怕自己去的晚了，清欢会遇到危险，毕竟清欢实力并不强，而定光欢喜佛乃是准圣强者，犀牛贺州地界。定光欢喜佛看着被自己定住的清欢，心中异常激动，如此好的鼎炉，足以让我突破到准圣后期了。定光欢喜佛看着清欢，眼中光彩闪烁。清欢此时一惊，被定光欢喜佛压制不能动弹，清冷的目光厌恶地看着身旁的定光欢喜佛，想着等到定光欢喜佛解开自己身上的禁制之时，就是自己的生死之日，自己就算是死，也不能让这个邪佛得逞。想到这里，清欢心中难免有些悲苦之意，自己还没有与大圣相爱相守，还没有与大圣成亲呢。大圣，清欢会留下自己的清白的，清欢不会让你蒙羞的，等到来生，清欢再来侍奉大圣。这时，定光欢喜佛似乎是感受到了清欢身上散发出的悲凉之意，想了想说道：“小狐狸，放心吧，以后安心跟着佛爷，有你的好日子过。不然像你以前跟着那妖猴孙悟空，又有什么乐趣呢？一个不懂人事的猴子，给不了你真正的快乐。佛爷以后传你双修之法，让你体验我欢喜门中趣味，到时候你自然会感谢佛爷我的。”清欢闻言冷冷地看着定光欢喜佛，若是现在眼神能杀人，定光欢喜佛早就被清欢杀得魂飞魄散了。定光欢喜佛自然不理会清欢冰冷的眼神，心里想着等他以后体验到此中的乐趣，自然会知道佛爷我的良苦用心。这个世界上，坏人总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坏，只是别人没有体会到做坏事的乐趣罢了。显然，这个定光欢喜佛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此时的他已经看到了灵山的轮廓，心道进入灵山之后，清欢就真正的属于自己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如同炸雷一样在他耳边响起，这道声音令他大惊失色，但这道声音却给清欢带来了希望。定光欢喜佛，你不怕死吗？定光欢喜佛不再犹豫，带着清欢就向灵山飞去。他知道自己不是孙悟空的对手，所以选在孙悟空消失100年才对清欢动手。未曾想这猴子竟然在这个时间出现了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回灵山。他不相信孙悟空能在灵山之内杀他，但是此时已经追上来的孙悟空岂能让他如愿？孙悟空用尽全力扔出金箍棒向前砸去，眼见金箍棒即将砸在自己身上，定光欢喜佛只能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抵挡。等他堪堪挡住金箍棒带来的冲击，孙悟空已经来到他的面前。孙悟空一挥手，一股强大的引力就吸着清欢向孙悟空飞去。大圣！清欢满眼惊喜，显然他也没想到孙悟空会在此时出现。孙悟空此时虽然异常愤怒，但他还是对清欢柔声说道：“我来晚了。”清欢闻言对孙悟空笑了笑说道：“不晚，只要大圣能来，清欢已经很高兴了。”孙悟空见清欢无事，说道：“你先待在这里，我去处理一下。”说完就将清欢护在身后，冷冷地看着眼前的定光欢喜佛。此时的清欢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孙悟空，只觉得此时的孙悟空身形异常高大，异常伟岸，但是对面的定光欢喜佛就不这么想了。他只觉得眼前站着一个恶魔，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。孙悟空一身准圣巅峰的气势爆发，死死地盯着定光欢喜佛。定光欢喜佛感觉就像被一只远古凶兽盯上了一样，浑身不自在。这时定光欢喜佛见灵山山门之处有人正在向这里赶来，也不着急逃回去。他不相信孙悟空敢在这里杀他，他也不相信孙悟空敢违背元始天尊制定的准圣不得交手的禁令。孙悟空冷冷地看着定
定光欢喜佛，他并没有多余的话语，挥起金箍棒就向定光欢喜佛砸去。定光欢喜佛哪里来的急躲？一个准圣巅峰的全力一击，根本没有一个准圣中期躲闪的机会。他现在只能不可置信地看着孙悟空，他想不明白孙悟空为什么宁愿违背元始天尊的禁令，也要杀了自己？难道就是为了他身后护住的那个女人吗？在定光欢喜佛看来，女人就是他修炼用的顶炉，跟法宝灵药一般，丢了就丢了。哪怕这个女人美若天仙，也不应该为了这个女人而违背元始天尊的禁令。但他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了，金箍棒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。这时，灵山方向有声音传来：“孙悟空，你敢！”但是孙悟空显然没有被这道声音影响，金箍棒落下，定光欢喜佛顿时灰飞烟灭，生死道消。这时，灵山之人已经来到了孙悟空眼前。孙悟空定睛一看，来的人挺够分量，可真看得起俺老孙。在孙悟空对面，燃灯弥勒二佛怒视着孙悟空：“哟，这不是佛门的2位佛祖吗？今天怎么舍得出来体验世间疾苦了？”燃灯和弥勒并不理会孙悟空的嘲讽，燃灯面沉似水的说道：“孙悟空，你竟敢在我灵山门口行凶，杀我佛门佛陀！”孙悟空掏了掏耳朵，吊儿郎当的说道：“对，我杀了，你能如何？”燃灯此时被孙悟空这副不屑的态度惹怒了，想着这是孙悟空先动手，今日就算是将他打杀在这里，也不算违背元始天尊的禁令，就算是圣人红云来了也说不了什么。这时孙悟空说道：“你俩有事没事？没事，俺老孙就走了。”说着就要转身带着清欢离去。可是燃灯和弥勒此时岂能让孙悟空如此安然无恙的离去？在灵山大门口打杀了佛门佛陀，如果让他如此走脱的话，灵山还有何面目在这3界中立足？燃灯此时感受到孙悟空已经突破到准圣巅峰了，这才多少年，这猴子就修到了准圣巅峰，如是任由他成长下去，必是佛门心腹大患。燃灯转头与弥勒对视一眼，立刻向前方背过身的孙悟空发动攻击。幸好早就熟悉灵山这些无耻的家伙，孙悟空时刻保持着警惕，转身就与燃灯与弥勒打了起来。几招过后，孙悟空独自与燃灯和弥勒这2大佛门准圣巅峰强者交手不落下风。这时燃灯和弥勒也是暗自心惊，短短100年，孙悟空已经这么强大了吗？燃灯现在异常后悔，自己当初就应该在孙悟空从挖皇宫归来之时就杀了他。当时的孙悟空才是大罗金仙巅峰修为，自己杀他易如反掌。但是现在的孙悟空，他和弥勒2个联手才堪堪战平。孙悟空此时也是有点惊讶，他自己也没想到突破准圣后期的自己竟然会这么强大，竟然能如此轻易地挡住燃灯和弥勒2个准圣巅峰的攻击。这时孙悟空对自己的实力确切了解之后，也不再与他们2人纠缠，挥舞着金箍棒用尽全力地向他们2人砸去。这时燃灯唤出了自己的法宝24颗定海珠，他知道自己与弥勒2人今日怕是留不下孙悟空，在抵挡着金箍棒的同时，转头对弥勒说道：“我先缠住这妖猴，你去请佛祖，今日一定要将这妖猴留在这里。”这时金箍棒与24颗定海珠相撞，周围空间瞬间炸裂，燃灯艰难地抵挡着孙悟空。弥勒见状也不再犹豫，转身就要向灵山飞去。这时弥勒的余光看到了正在看着孙悟空的清欢，心中邪念顿时生出，他知道燃灯有可能缠不住孙悟空，有可能自己请来佛祖，孙悟空就逃走了。于是他想捉住清欢，让孙悟空自投罗网。说干就干，弥勒唤出法宝人种袋，就要将清欢吸入袋内。这时清欢只感觉到一股极为强大的吸力，吸着自己向人种袋飞去，但是他却抵挡不了。这时孙悟空岂能看不出弥勒的意图，大喝一声：“弥勒，你敢！”但是此时的燃灯拼命拦着他，纵然是孙悟空也一时难以前去营救清欢。这时的清欢已经被弥勒佛收进人种袋，弥勒见状也不再逗留，化作红光急速向灵山飞去。孙悟空此时异常愤怒，他不能让清欢就这样被弥勒捉走，但是此时的他被燃灯缠得死死的。燃灯这老货现在像发了疯一样，拼命向孙悟空发动攻击，哪怕现在孙悟空已经突破准圣巅峰，战力强大，也腾不出手去救清欢。眼看着弥勒拿着人种袋要进入灵山了，孙悟空此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不再与燃灯纠缠，转身向灵山飞去。他要在弥勒带着清欢进入灵山之前截住他，但是现在的燃灯岂能放过这个好机会？运转法力，记起定海珠就朝背身向孙悟空砸去。24颗定海珠无一遗漏地砸在孙悟空背上，孙悟空顿时被砸得口吐鲜血，他引以为傲的肉身现在也被打得鲜血横流。虽然燃灯的实力不及孙悟空，但他也是准圣巅峰强者啊！不管是谁在毫无防备之下受到准圣巅峰强者的全力一击，都会遭受重创。但是孙悟空虽然口吐鲜血，但他依旧没有停下脚步。他知道自己若是停顿一下，清欢就会被弥勒带进灵山，到时候自己想救回清欢就难了。孙悟空此时疯狂地向前方冲去，口中吐出的鲜血和背上流出的血顿时侵染了天空。终于，孙悟空在弥勒即将进入灵山的那一刻将他拦了下来。孙悟空眼中迸发出无尽的杀气，他本想着与燃灯、弥勒2人纠缠一番，就带着清欢离去。但是此时的弥勒显然已经引起了孙悟空的杀心，去他娘的元始天尊禁令，去他娘的共同对抗天外邪魔！今天弥勒的命我收了，谁也救不了！孙悟空一身戾气爆发，法相天地施展，灵山之外顿时被孙悟空高达万丈的身躯占满。孙悟空手持金箍棒，一身战天斗地的意志充斥着天地间。弥勒见状也连忙运转周身法力，一身佛光乍现。孙悟空挥舞着硕大的金箍棒向弥勒砸下，这棒是大力沉，哪怕是万丈高山，在此棒之下恐怕也会被砸得坍塌崩碎。但是弥勒毕竟是佛门未来佛，一身本事自是不弱。只见弥勒不但不躲，反而口诵佛经，抬手化作一道金光向那杆巨大的金箍棒飞去。在金箍棒与弥勒相撞的那一瞬间，天地变色。弥勒终究是高估了自己，他被金箍棒打得向底下落去，但是金箍棒并没有停，而是继续向下追着弥勒砸去。轰！天地间一声巨响，弥勒被金箍棒砸向大地。只见金箍棒落下之处，大地坍塌，碎石横飞，大地被金箍棒砸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坑。万丈高大的孙悟空抬起金箍棒，低头俯视着那个巨大无比的坑洞，他知道弥勒还没死，我
果然，弥勒从那个坑洞中飞身而出，冲天而起。但是此时的他哪里还有灵山佛祖的端庄威严？此时的他一身袈裟破败不堪，佛陀金身亦是鲜血横流。弥勒抬头看着俯视着自己的孙悟空说道：“孙悟空，你当真不怕佛门的报复吗？哪怕红云现在已经成圣，但是你别忘了，我灵山不是没有圣人。”但是孙悟空并没有回应他，举起金箍棒就向弥勒砸下，仿佛金箍棒才是他的回应，杀了弥勒就是他的回应。弥勒此时也顾不上放狠话了，连忙喊道：“燃灯救我！”燃灯见状也是急忙飞来上去。虽然他很想让这个与自己并称30佛的未来佛祖死掉，但是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弥勒就这样被孙悟空打死。24颗定海珠与金箍棒再次碰撞，但是这次定海珠没有拦住金箍棒，被金箍棒打得四处横飞。但是金箍棒的威力也被卸下了很多，这才使弥勒没有死在棒下。孙悟空转头眼神冰冷地看着燃灯，沙哑说道：“难道你也想死不成？”燃灯被孙悟空盯得毛骨悚然，但是他依旧不愿放弃弥勒。这时弥勒拿出人种袋，对着孙悟空喊道：“孙悟空，如果你再敢出手，我就让这只小狐狸同我一同陪葬。”孙悟空犹豫了，他深知弥勒有在自己杀死他之前杀死清欢的实力。弥勒见势有可为，得寸进尺地说道：“孙悟空，若是不想这小狐狸生死道消，就自废经脉，用金箍棒贯穿你的琵琶骨。”这时在人种袋内的清欢已经是泪流满面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大圣，不要啊，不要管我！”可是此时清欢的声音却传不出去，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冲击得着人种袋，但是准圣法宝岂是他能冲破的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罢了。孙悟空这时显得特别为难，他知道自己就算照弥勒说的做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清欢，但是自己如果不照他们说的做，他相信以佛门的无耻，肯定会杀了清欢。这时孙悟空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正在苏醒，混沌中。孙悟空连忙传音呼唤混沌中，若是混沌中醒来，眼前的一切就好办了。猴子，看来现在你的处境很不妙啊！混沌中那稚嫩的声音在孙悟空心底响起。孙悟空说道：“事态紧急，看到那个和尚手里的袋子了吗？有没有办法弄过来？我去试试。”混沌中前无声息地从孙悟空身上离开。孙悟空感受着周围的天地，他并没有感受到混沌中的气息。混沌中具有时间与空间之力，隐匿于空间之法自然是非常擅长的。这时弥勒盯着孙悟空说道：“孙悟空，你想好了吗？若是还不动手，这只小狐狸马上就没命了。”孙悟空此时收到混沌中得手的信息，低头俯视着弥勒说道：“看看你的手里，人种袋还在吗？”弥勒心知不妙，低头一看，人种袋竟是不知所踪。弥勒转身就像要往灵山跑去，可是孙悟空那里能让他轻易走脱？提起金箍棒就要向弥勒追去。此时燃灯挡在了孙悟空面前，他想给弥勒拖延时间，但是被暴怒的孙悟空一棒扫飞了出去。孙悟空打飞燃灯后，飞身一跃就挡在了弥勒身前。我说了，你得死，谁都救不了你。弥勒此时胆战心惊，他知道以他现在的状态，不可能接住孙悟空的全力一击。孙悟空见状也不废话，万丈高的身体举起金箍棒就向弥勒砸去。这时如来的声音如同平地惊雷一般炸响在所有人的耳边：“孙悟空，你放肆！”一只巨大的手掌向金箍棒抓去。